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被泼、被骂、被维权，谭健次的2025为何成了危机教科书？上周你好，星期六的泼水环节又上热搜了。谭健次被王鹤棣一盆冷水浇透的瞬间，我正坐在电脑前啃着炸鸡刷微博，镜头里他湿漉漉的头发贴在额角。瞳孔地震的表情让谭木笑成一片，但作为5年娱记，我突然想起去年在上海电影节后台见过的他。那天下着暴雨，他穿着高定西装在红毯上趟水，助理举着伞却总慢半拍，他只能自嘲今天的造型叫水漫金山。这次泼水看似综艺效果，背后却藏着娱乐圈的生存法则。据知情人士透露，节目组为了制造话题，提前给王鹤棣加戏，甚至准备了3盆不同水量的水供他选择。这种剧本式意外在综艺圈早已见怪不怪，但谭健次团队显然低估了观众的共情力。当网友发现他被泼后，连续打了3个寒战，节目组没有新的话题瞬间引爆，连带着扒出他去年在同节目被泼水后发烧3天的旧闻。话说回来，谭健次的水逆远不止综艺事故。去年10月某商场活动，一名自称粉丝的女子突然冲上台泼水，理由竟是她没看我这边。更魔幻的是，工作室居然让她亲自道歉，视频里她浑身湿透还要维持微笑，说可能是我哪里没做好。这种受害者道歉的操作，让我想起2年前某顶流被泼奶茶后反遭网暴的案例。在流量经济里，艺人的尊严有时连一杯奶茶钱都不值。不过最让我脊背发凉的是泼水事件背后的 anti 粉产业链。根据抖音百科数据，职业黑粉会通过伪造现场视频、买热搜词条等手段制造舆论，甚至有组织的线下蹲点。去年谭健次被泼红酒的晚宴就被扒出是对家团队买通工作人员故意为之。这些躲在暗处的黑手，正在把娱乐圈变成真人版鱿鱼游戏。从行业角度看，谭健次的危机其实是流量时代的缩影。他的团队似乎陷入了既要又要的怪圈，一边想通过综艺维持热度，一边又想通过正剧转型。这种撕裂感在你好星期六应援事件中达到顶峰，粉丝为了给他抢前排夜排半个月，节目组却临时改成抽签制，导致维权风波。当时我在现场，看到粉丝举着谭健次值得更好的灯牌被保安推搡，突然觉得这个行业最残酷的不是泼过来的水，而是永远填不满的欲望黑洞。但谭健次的应对方式却让我刮目相看。被泼红酒后，他没有急于公关，而是在微博发了张自拍，配文红酒配西装，意外还挺搭。泼水事件后，他又用表情包自嘲建议节目组给我改名谭防水健次。这种以退为进的危机处理，让我想起张国荣当年被嘘声包围时的从容。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在舆论场里刺刀见红。不过，这些漂亮的危机公关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去年他因经纪人失误被黑上热搜，业内人士透露，团队甚至连剧本老师的电话都接不通。今年又因应援规则与节目组闹僵，导致部分资源流失。在光鲜的红毯和热搜背后，艺人的生存环境早已变成布满暗礁的海域，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最后，我想说的是，谭健次的水逆或许是件好事。当娱乐圈沉迷于制造虚假的亲密感时，他用一次次真实的狼狈撕开了这个行业的遮羞布。那些泼向他的水，终将成为照进真相的光，让我们看清，在流量至上的游戏里，艺人的尊严究竟该如何安放。